40不用，30不用，变15啦！好扯，好扯。我怎么会很常来这边跟同学吃？原因就是因为它超便宜。它干贝其实蛮大的，你看，干贝丝好夸张哦。它外表脆就算了，它里面还可以保持 Q 软呢。这个肉块看起来就超好吃的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慧。咦，你们怎么又特地来彰化来找我？你今天提带我们去吃霸王马拉松。骂完说到这个包在我身上就对了啊！我活了现在24岁了，我也吃了快要将近20年的霸王。说到中部的霸王的话，就是低温油泡的跟油炸的居多。那今天也要进行评分哦，然后你们最后一定要公布3家最推荐霸王。当然啦，必须的，就是如果大家来彰化不知道吃哪间霸王的话，看这集包准没错啦。那我们就出发吧 ，Go Go！那些年错过的爱情，那些年噔噔，我们现在来到第一家肉圆店呢，就是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有一起来吃过的霸王。你看看板都还在那边。这部电影呢，在我国小的时候就看过了，我觉得非常好看。然后终于来他们这边的取鼎地吃了，而且这间也是一家超过60年的老店，很期待哦。耶！我们的霸王已经上桌了。在开吃之前呢，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评分规则。就是我觉得霸王很重要的就是它的外皮呢，还有内馅，还有它整体的 CP 值，就是它的价格啊，还有店内的内用环境等等的，然后都是各5分，所以总体这3个加下来的分数除以3，就是这一件的分数。那我们就开吃。55块一颗，哇，蛮大颗的哎，香菜给很满哦。你第一次吃这一家？对，我第一次吃这一家，虽然这家真的很红，但因为就是知道园林霸王就很多了，所以要专程跑来彰化吃就有点困难。它的霸王的皮是属于那种 Q 软型的，而且有一种半透明的感觉。它这样就是有点带花生的香味在里面，所以我觉得有花生过敏的人不要吃，因为它真的很明显的有花生味道。然后它里面的内馅的话，有2朵的大香菇，跟这种猪肉块，不是绞肉，是猪肉块，然后还有很多的笋块在里面。对，它内馅也蛮多，单吃它内馅看看好了。它肉块本身就有腌制，所以有一定的咸香在，然后再加上它外面的酱汁，咸咸甜甜，我觉得还不错哎。而且我觉得以用餐环境来说的话，它其实2边都是它的内用区，然后里面都有冷气啊、电风扇，满足，可以评分的。然后我们准备了评分表，然后就是我刚刚说的外皮、内馅跟 CP 值，平均的话在这边。我外皮的话，我其实比较喜欢吃比较偏 Q 脆一点的，然后这个是完全都是 Q 滑型的，所以我觉得外皮给3.5。那内馅的话，我觉得我可以给到4.2。哇，内馅很厉害。CP 值的话很高哦，因为一颗55块这么大颗，里面的馅料这么多，然后酱汁呢也是刚好是我喜欢偏甜的口味，而且内用环境真的很好。4.6，平均4.1。哇，第一家店就有4分以上，我觉得都很难评。对，今天竞争超级无敌强大，所以我们要赶快前往下一家了，不然我怕等一下用餐时间我们要排很久。Let's go！ 这一间呢，阿三肉圆，它的内用外带的人数真的是5告 Z 啦！我们等了半小时以上的霸王终于到了。它一般的霸王呢就是55块的，然后他们的霸王的特色呢就是用高温油炸，所以他们的外皮是比较偏酥脆型的。然后，如果你想要高级一点的版本的话，他们店里面也是有卖这种大颗，它里面有干贝，它是限量的，它有时候也是会遇到说可能会卖光光的情况。那我们今天评分呢，都还是先以这个霸王为主。你是比较喜欢这种脆皮的？对，我比较喜欢这种就是酥脆版本的。它的外皮完全就是走一个蔬菜派的，很好吃耶。金黄酥脆的那个外皮口感，然后里面的那个霸王的那个 Q 滑的嚼劲也是有吃到，很棒。
但它的大小的话，好像是刚刚那一间阿张的肉圆，它的大小比较大颗一点点。我吃得出来是用猪的后腿肉哦，比较偏 Q 弹，然后一样也是有先腌制过，所以肉本身就很有味道。来看一下大的差别跟小的有什么。啊，它这多了一整颗干贝在里面。它的干贝是有点像那种干贝干块，是好吃的吗？是好吃的，是越嚼越香的那一种。这样子要110你 OK？久久一次我觉得 OK， 如果是专程来到彰化来吃这间肉圆的话，我会特别点。但如果说很常来彰化的话，不会特别说想要吃这一颗大颗的，可能会想要吃小颗的。阿山肉圆呢，我觉得它的外皮，我肯定是要给4.7。我喜欢酥脆馅料的，内馅的话，我觉得就有点逊色吗？就比较一般啦。评分出来，阿山的话就是小赢阿张一点点，因为我真的太喜欢它的外皮了。但我们现在才吃2家而已，所以我们后面还有好几家，所以我们就出发去下一家吧。我们这一家呢是北门口哇玩，然后现在的时间是12点多，内用外带的人员一样枪混，然后整间店呢是走一种复古古早味的风味。我今天也是点一大一小，因为我刚才就是看到说，它越来越有大的，它也是走一个脆皮派路线，比刚刚好像更小一点点，就是再更缩小了。然后它整体分量好像也是比刚刚阿三再小一点点。它的那个外皮呢，里面的那个粉浆啊，是表皮有一点点脆，但没有像刚刚那个阿三那么的酥脆，Q 软的口感比较多一点点之外。它的那个粉浆啊，本身吃起来就有一点点甜的成分在里面了，所以外皮本身好像就有一点点调味。肉块的话就是比较偏小，但嚼劲还是有 Q 弹类型，然后一样也是有先腌制过。我发现一个点了，嘴巴有点那个蒜头辣辣的感觉，他们家的酱汁。蒜头的比例偏高一点点，所以它有一种那个蒜头的那个过瘾的那个呛辣感嘛。那我来吃吃看大碗的，然后我发现它的干贝好像跟刚刚的阿三的不太一样，它的干贝好像是比较偏多水分多一点的，比较湿润，这个比较水分比较多，干贝的香气更重。我觉得它这个大颗跟小颗的差别很大，因为它的大颗呢肉是真的比较大块。小颗吃起来可能没什么感觉，大颗吃起来真的味道足够之外，吃起来也过瘾，可以评分的。外皮的话，我觉得3.8，哦，内馅3.5，CP 值，因为它一颗55块，然后比前2家都还要再小一点点，3.8，差距有出来了。那我们彰化市区的辣丸已经吃完了，接下来要前进下一个地区。现在来到了大村乡，而且这是大村乡新盖好的农会，现在还没开放啦。然后为什么会来到这边呢？因为在它对面有一间霸丸很有名，蛙桂也很好吃。这小小一间很像民宅，但就是它到的话真的会很容易错过。香菜又出现了，刚刚前2家都没有。我觉得就是吃霸丸就是少香菜，就是会少一个灵魂。霸丸的话，一颗是40块钱，然后我觉得它不同的地方呢，就是它的酱不同，是这个白色的酱红酱，这是我从小到大对霸丸的印象，就是一定要加这个白色的酱，用那种纯米，然后剁碎，然后米的香味的感觉，超多笋干，然后还有这种肉块。它笋干给好多，我刚才只是单纯吃它的外皮，我还是不小心有夹到那个笋块。那我单纯先说它的外皮好了，它外皮是低温油泡的，但还是有一点点脆度在边缘。你知道霸丸的那个边缘吗？他们肉块的话就是给跟刚刚北门口差不多肉块的大小。它的肉块好吃。然后它的酱汁的话，就是走那种比较单纯。那这个是我真的蛮常来吃的。外皮 CP 值的话4啦，
真的很便宜啊，40块而已。我蛮喜欢吃的口味，因为 CP 值的有环境啊、价格啊、卖完大小跟吃起来的氛围怎么样，所以我就觉得它4是 OK 的。那整体来说是3.8。好，那我们去前进园林市区，我的地盘。我们现在已经来到园林市区了，然后这一家呢叫做宝斗肉圆，大家真的要吃要早来，因为它卖完就没了。然后它是一份，我是点小份，但是小份的话就是50块钱，跟一般的辣丸好像不太一样。对，但是它对是椭圆形的，然后你看它里面的那个馅料是，你用肉眼就可以看到里面就有满满的馅料，而且它这间也有香菜哦。现在这有没有香菜就被我们就是挑毛病了，也是一个加分项。对，也是一个加分项，没错没错。然后它的酱汁呢，就跟我们刚刚说的一样，就是有加那个米的那个酱汁吗？我都点吃它为酱糊啦，因为以前这家其实也算是园林人从小到大的回忆，就是每次妈妈买回家的时候，我都说，就是白白的那个酱糊，可不可以请那个老板娘帮我多加一点？因为我很喜欢吃那个，就吃起来有种古早味的感觉，就米香味很重。它里面是笋丝哦，它很特别，它是那个笋丝也有笋派，然后它是绞肉类型的，很 Q 很 Q 哦。哦，会回弹，看看。它光是它的外皮就已经吃到里面内馅的味道了，那个笋丝的味道还有那个肉的味道都已经融入在里面了，很棒很棒。而且吃起来很 Q 弹，我觉得比第一家的还要 Q， 但它不是那种高温油炸，所以它完全不会有脆的感觉。因为这真的是我少数会喜欢的霸王外皮，因为我不是有说过我喜欢那种酥脆型的外皮吗？但这个是我真的少数会喜欢的那种，就是 Q 软滑顺的外皮。竹笋的供煮的时间刚刚好，而且我觉得他们家竹笋很厉害，吃起来是脆甜的。一片的话，我想给它的笋子真的很赞，我也给4。CP 值，因为它真的很便宜，2颗才50块钱，比刚刚的50，对，然后算是吃得饱。给个4好，444。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园林第一市场附近的肉圆中，然后他们主打的呢是酥皮霸丸，所以你看它的外皮真的是炸到有够酥脆的啦。我觉得你看哦，这样都有那个脆脆的那个声音。哦，它里面这个肉块好夸张哦，这个肉块看起来就超好吃的。它很贴心，它每个都已经帮你切成一块一块很像蛋糕的形状，所以蛮好切的。这个爱吃酥皮酥脆派的人应该要疯掉了。看起来比前面2家的又再更酥哎，超脆，而且重点是它外表脆就算了，它里面还可以保持 Q 软呢。它那个酥脆外皮吃起来有点像是拿那个桂拿去煎，煎到恰起来的那种香味。我第一次吃到就是霸王有这种酥脆的外皮，就是我觉得比刚刚那个阿三还脆，有点像是脆到是表面都已经像饼干一样脆那一种，这样刮都有那种声音。刚刚我们阿三都还没有这种声音，对不对？没有。看它里面的料，很大块的，哎，它的肉块还有用黑胡椒腌制，你们看，还有很明显的那个黑胡椒粒。我觉得彰化跟园林这边的差别最大的是酱汁，因为他们那边酱汁就已经先调好，而且是比较偏褐色、红棕色的类型。然后这里边的酱汁就是像我刚才讲的那个米浆啊，对，还有米浆，还有那个咸酱油混在一起，然后还有一点点的那个蒜头的味道。肉块也好吃，而且有一种霸掌的错觉，我感觉好像在吃霸掌，里面的肉块，对，我觉得很像霸掌。所以每一家腌制那个肉块的那个味道都不太一样。哎，它前阵子还在翻修而已，所以用餐空间更舒适。外皮我觉得比阿三强哎，我觉得外皮可以给到5哎。还是有没有可能是阿三给太高？也有可能，因为是越前面吃的。内馅的话4.1，我内馅还是觉得阿张很厉害。CP 值的话，这间真的很素悉耶，而且一颗这样才50块钱，我觉得可以跟第一家比4.65。这间不会是我的第1名吧？4.56。
哇，目前最高已经出来了 ！Oh my god! Oh my god! 最近很流行这个，我一直在我家跟我妹玩这个。虽然我没有指甲，但我妹就是每个人都有做指甲，然后每天一直在我这样，一直就是你知道有指甲长指甲就会一直这样用，就会有那个声音。然后他们说大力用歌，很好笑，我们家的人都这样。第7家，我们来到了肉圆师。这一家呢，一颗肉圆是40块钱，然后上面有香菜哦。然后它的大小其实跟我们刚才吃大春农会前面的肉圆的大小差不多，但这个白色浆糊好像更多的感觉。那我们来先吃吃看它的外皮，看就超 Q 的。哎，它的色泽好像更白一点呢，像我们刚刚吃的那一些肉丸皮是有一点半透明，它这个是比较偏白耶，是米的成分比较多吗？吃吃看就知道。不一样哎，米香味足够，然后有一点荤桂的感觉，吃起来有点像荤桂的口感。你看它真的偏白，它没有透明，对，应该是那个粉的那个比例都不太一样。哇，厉害耶！很有那种小时候的感觉。它的外皮会让我刚刚想起刚刚的那个宝斗肉圆，都一样好吃，是比较传统一点。对，传统一点的。然后它的酱汁也很好吃。它的酱油是属于甜酱油，然后那个米的那个酱糊也给的超多。它肉馅是给蛮大块，它是原本就包成一整块，只是被我搅散的。它这个肉好像是绞肉居多，那种猪肉的原块肉就比较少一点点。它可能是把猪绞肉打在一起，不错哦。而且一颗这样才40块钱，也算是铜板小吃。它的外皮跟宝斗一样，是好吃的，10分。因为它是绞肉居多，但我比较喜欢原块肉，3.8，它很便宜，这样一大颗才40块钱，是3.8、4.1。那我们还有倒数3家要吃，那我们的肉圆之旅越来越刺激喽。好，我们的第8家牛肉圆，那就是这一碗呢是45块钱。然后这一家呢，其实我也蛮常来吃的，因为我就很常来第一市场这边吃宵夜。然后这一间的话，就是也有开到晚上。然后它可以选说你要不要加香菜，或者是要不要加蒜。如果说你都没有什么特别要求的话，它香菜跟蒜头都会帮你加进去哟。然后它的肉丸呢，就是它会帮你已经切碎了，都帮你剪开。对，帮你剪开。它是我们目前吃起来就是整个帮我们剪的最碎的，对不对？我喜欢这种切，就是切完会刚刚好，一口一口的 size。哦，是可以很优雅的吃。但它的颜色跟刚刚的丝肉丸蛮像的。我刚刚其实有问丝肉丸的老板，因为就是每一家店的那个粉浆的比例不一样。如果你看到比较透明的呢，是那个粉比较多一点点；如果你看到是外皮比较白一点点，那就是可能米的比例、米浆的比例放多一点点。也蛮 Q 的，而且蒜味蛮明显的哦。他们家蒜头很香，好吃。但是刚刚那个丝肉丸的米香会比较重一些些，然后这间的话就是好像就吃得出它的那个差异性了。这家的酱油是偏甜的类型。外皮我给3.9，差丝肉圆一点点，0.1是丝肉圆有米香味。内馅的话，我觉得跟北门口蛮像的，那一样3.5。CP 值的话，它内用空间蛮大的，然后也有冷气跟电风扇，然后整个氛围的话，我觉得还不错。4好了。对，这间跟大纯农会，我觉得同分是合理的，他们2个给我的感觉一样。嘿，我们倒数2家来到了这里，福俊路上，在这路上呢，有我一间就是从小吃到大回忆中的肉丸，就这间高雄肉圆。这一家真的是我从有记忆以来，是从小一直吃到现在吧，而且我们家的长辈也很喜欢吃这一间的肉丸，每次就是真的要叫我买回家给他吃的那一种。那就带你们一起去试试看，在园林的高雄肉丸吧 ，Go Go！ 一颗是35块钱，哇，很便宜，对不对？以前好像是30块。对，然后现在的话就是35，然后它一样也有加香菜，味中举蛮大颗的，是蛮大颗的，对啊，比北门口还大颗。这个 size 我在台北吃应该要50-60。对啊，那我们来试一下它的外皮好不好？而且我们目前在中部，就是在园林这边吃到的肉丸的话，
酱汁是都跟彰化的不一样。我们今天早上吃的那3家酱汁都是比较偏就是咸的风味，然后这个的话就是比较偏甜。可是你看它的皮是比较透一点，所以它应该是粉的比例比较高。它的皮的话也是一样，就是偏 Q 弹型的，然后也是帮你剪碎碎的那一种。但它的话好像没那么的入味。有时候吃到这些回忆中的美食啊，就会想起那时候的回忆。就像我阿嬷很喜欢吃这一间的高雄肉丸，然后那时候我都记得，我那国中放学，他就叫我说，那辉啊，我今日想要吃肉丸，你上学时阵吼，买几粒蛋来给我吃嘞，他就这样跟我讲，然后我就买回去给他吃。高雄肉圆的外皮我给3.5，因为它是属于低温油泡嘛，所以它的皮就是比较偏软 Q。因为我刚刚前面有说我比较喜欢吃脆的，所以我给3.5，它就有点像是前面的那个阿张肉圆。然后它的内馅的话，就是因为它的笋干没有放很多，因为我很喜欢吃笋干，然后加上它里面的内馅的话是绞肉型偏多，但我是喜欢有那种圆块肉的。CP 值给到4.2，是因为它1颗35块，真的很佛，而且还这样的大小哦。然后总分的话，这样总共是3.7分，跟北门口是一样的。对，但相比下来的话，好像是差不多。第10家。Last 北斗肉圆就在刚刚我们吃的高雄肉圆的斜对面而已。这一家呢，比起刚刚的高雄肉圆，刚刚那个是我阿嬷很爱吃嘛，这家是我很常来跟同学来吃，因为它很便宜。你们猜这一碗要多少钱？40不用，30不用，25啦！好扯，好扯！真的25块而已耶，25块这么大碗，真的很夸张。对，小超播一下，不好意思，我就想说这一碗怎么那么大碗，一碗才25块钱，然后拍谁是我搞错了，这碗里面有2颗啦，50块钱50块，所以大家如果来点1颗的话，大概是这个碗的一半。为什么会很常来这边跟同学吃？原因就是因为它超便宜。很赞，然后它的外皮呢是属于那种软 Q 骨溜型的，对，很顺口，而且我觉得蛮好吃的，就是记忆中那个好吃的味道。又加上说它那个酱有很多那个胡椒，所以很香。它的笋干就放蛮多的哦，它是肉眼可见的很多笋干，然后还有肉块。然后笋干也煮得超棒，好吃。这间的口味我会比较喜欢，跟刚刚那件是我阿妈爱吃，高雄肉丸是我阿妈爱吃，这件是我爱吃。这间我真的超级无敌久没来吃了。可以来评分了。那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内用的座位的话，只有就是可能比较少一点点，但外带的人真的蛮多的。那如果说大家想要内用的话，就是可能用餐离峰时间大概下午时段来的话会比较刚好，4.03。然后这样10家吃完之后，我觉得我前面就是因为一开始吃到那个感动太高了，所以一开始给的分数太高，所以我宝斗肉圆的内馅我想要调高一点，因为吃到现在我觉得它的内馅真的让我很印象深刻，很难忘吗？对，很难忘，我可以给到4.5，很高因为我到现在还在记得它的那个味道，我真的觉得它的鲜香味够劲。然后我觉得阿三的外皮，因为我后面吃到后面的话，真的是我觉得酥皮中肉圆的外皮真的太厉害。阿三的外皮，我觉得可以再给它低一点点。第1名的话，我给这一间酥皮肉圆中。我觉得不管是以这3个下去评分的话，我觉得它真的是我心目中的第1名。第2名的话，我就是给园林的波豆霸丸，不愧是园林人大推的霸丸。幸好我住园林，我可以常常去吃。第3名的话，就是给这一家我们第1家吃的阿张肉圆，不愧是那些年撑起来的霸丸。像今天就是品尝过彰化的10家肉圆之后，因为我知道霸丸有分很多派系，像酥皮派、软皮派，或者是那种 Q 弹的皮派。就连酱料都有分了。你看我们刚才前面吃的那3家的那个酱汁都没有那个白色的那个酱糊，只是他们自己私门调的那个酱汁。像就连里面的内馅的话，我觉得也都不一样。有些人有加香菇，有些人有加水煮蛋，然后有些人就加笋干跟那个笋丁。所以我觉得每一家其实口味都不太一样。然后今天就以这样的分享
享给大家。这次的美食马拉松呢，继上次的台南牛肉汤，这次来到我的家乡彰化，还有园林做肉圆的马拉松评比，也希望大家会喜欢，或是大家喜欢我去哪里的各县市做美食的马拉松评比，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哦。例如什么嘉义的凉面，好像也是有人说嘉义的火鸡肉饭，对耶，嘉义也有那个凉面跟火鸡肉饭，对不对？就可能可以选一个。对，也没错哎，而且。就是在台湾有太多地方可以拍美食了，也期待大家的留言，我们都会看。然后也请大家订阅我的 YouTube 小慧就爱吃，非常欠大家订阅哦。还有我的脸书粉丝团，还有 IG，谢谢大家支持。那我们就下个礼拜见，大家拜拜。